在这个世界里，我们是否总是被传统的方式束缚，认为只有一条固定的路能够带我们到达梦想的彼岸？或许我们应该反思一下，是否有其他的可能性等待着我们去发现。事实上，现代的世界不再局限于那些仅有的选择。我们活在一个无限可能的时代，当我们放下旧有的框架，勇敢尝试不同的方式，奇迹便悄然降临。每当你把焦点放在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感觉上，你就会开始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真相，那就是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不仅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更在不断塑造着我们的现实。大脑并非一个静止的机器，它是个活跃的、时刻变化的神经网络。当我们对某件事产生念头时，这些念头会触发一系列的化学反应，并逐渐形成固定的神经通路。就像在森林中开辟一条小径，每一步走得越多，那条路就越明显，越容易走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些通路并非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会形成。科学研究显示，当我们在心中反复地想象自己完成某项任务时，这些想象也会在大脑中创造出相似的神经连结，几乎和实际执行该任务一样有效。这是一种强大的能量，它来自我们对目标的专注，并且这种能量能够重塑我们的行为和现实，让我们走向更高的成就。然而，这一切并不仅仅是思想的力量。情感，这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因素，也在这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当你将积极的想法与真实的积极情感结合时，你就在创造一个强大的能量场。这个能量场不仅能吸引你所渴望的事物，还能让你在这个宇宙中变得更有吸引力。这一点并不是空泛的理论，而是被量子物理学所证实的事实。根据量子物理学的双缝实验，观察本身就能影响粒子的行为。换句话说，仅仅是你对世界的观察，就足以改变它的运行方式。当我们的思想能够影响亚原子粒子，那么想象一下它能对整个宇宙产生多大的影响。我们的内在世界其实就是我们外在世界的反应。当你学会掌控内在的思想与情感，你就能成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。那么，如何运用这股力量，并将它转化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呢？首先，你需要保持觉察，每天停下来，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你的思维是积极的，还是消极的？是帮助你迈向目标的，还是把你拖回原地？当你开始觉察这些思维模式时，你就能够选择那些对你有帮助的念头，并主动改变那些不利于你的思维。这并不意味着强迫自己停止所有负面思维，而是让自己有意识地选择一个更积极、更具有建设性的思维方式。例如，当你觉得自己无法胜任某项任务时，试着告诉自己，我正在学习并成长，我具备达成这个目标的潜力。这不仅仅是在改变心态，而是在给自己打开更多的可能性，让自己走向更丰盛的未来。视觉化是另一个强大的工具。每天花几分钟，闭上眼睛，想象自己已经实现了梦想，感受那份成就感与喜悦。当你生动地想象自己达成目标时，大脑并不区分这是现实还是想象，两者都会创造出强大的神经连结，帮助你更接近目标。这样的练习不仅能改变你的大脑结构，还能让你的行动与目标更加一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学会放下执着同样重要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对结果过于执着，反而会产生焦虑，这种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行动，甚至阻碍我们向目标迈进。相反，放下执着并不意味着放弃目标，
而是相信宇宙会在最合适的时刻带领你走向更好的机会。这种信任会让你与自己的内在智慧保持联系，并且保持对未知的开放态度。就像种下一颗种子，你不会在每一天都去挖它看看是否在生长，而是耐心等待，给它充足的水分和阳光，直到它茁壮成长。同样，当你设定目标并付诸行动时，也应该相信宇宙会以最好的方式为你带来实现梦想的机会。放下执念并不等于放弃努力，而是选择信任这个过程，让它自然的发展。当你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，放下对结果的过度掌控，你就能够进入一种更高频的状态，并且吸引到更多符合你梦想的事物。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潜力。当我们不再被旧有的方式束缚，而是开始接受新的方式，拥抱新的信念时，我们就能进入一个无限扩展的空间。在这个空间里，所有的可能性都在等待着你去探索，所有的梦想都能够成为现实。生命中的一切其实都在向我们展示一个重要的讯息，我们并不需要一直以过去认为唯一可行的方式行动。宇宙的奥秘无穷无尽，这个世界充满了奇迹。当你放下对旧有方法的执着，当你敢于尝试新的方式，无论是思维上的转变还是行动上的改变，你便会开始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。这个世界会带领你走向更加美好、丰盛的未来。在生命的旅程中，我们总会经历起伏，有时精力充沛，灵感迸发，仿佛能创造无限可能，有时却仿佛被困住，浑身无力，连最简单的事情都显得困难重重。过去，我曾经试图用力推动自己向前，希望能够时刻保持高产值，维持所谓的最佳状态。但后来我才明白，这些变化并非问题，而是生命的自然律动。我们并不需要修理自己，而是要找到与当下的自己合作的方法，学习如何与不同版本的自己相处。我们总希望自己能时刻处于巅峰状态，持续产出，持续前进，这是社会价值观所塑造的成功标准。然而，宇宙的运行方式并非如此，一切皆有循环，就像潮汐涨落，四季更替，生命亦是如此。我们的能量有时高涨，创造力旺盛，有时低落，需要停下来休息，与自己对话。当我们试图对抗这种自然节奏，试图压榨自己保持巅峰状态，我们往往会发现自己变得更焦虑、更疲惫，甚至失去方向。真正的智慧在于接受这种律动，允许自己在能量高涨时尽情发挥，在能量低落时适时调整。当我们愿意顺应自己的生命状态，而非强迫自己符合某种标准，我们才能真正活出属于自己的节奏。在探索自己生命状态的过程中，我开始理解吸引力法则不只是关于吸引美好事物，更重要的是接纳当下的自己。许多人误以为只要不断正向思考，不断努力，就能吸引成功、财富与幸福。然而，真正的吸引力法则并非建立在压抑或否定当下状态的基础上，而是学会与当下的自己和平共处，然后从这个状态出发，吸引适合我们的机会与能量。当我们陷入低潮时，或许我们的内在正在提醒我们，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沉淀、整理，甚至释放过去的包袱。这时候，与其急着摆脱这种状态，不如试着问自己，这个状态能带给我什么启发？当我们愿意聆听内在的声音，我们会发现，每一次的低谷其实都蕴藏着成长的契机。回顾过去，我发现自己曾经对低潮这件事充满抗拒，觉得自己无法再维持高效率，无法再产出令人惊艳的成果，便开始自我怀疑，甚至责备自己。
但现在我明白了，每一个阶段的自己都是独特且有价值的。当我学会与这些不同状态的自己相处时，我开始对生命多了一层理解，也更能珍惜每一个当下。当我能量充沛时，我会全力以赴，投入创作，学习新事物，享受充满活力的状态。而当我感到疲惫，渴望放慢步调时，我则允许自己休息，透过阅读、冥想、散步等方式与自己对话，感受生命的流动。我发现，当我真正尊重自己的状态时，我的生命变得更加顺畅，因为我不再强求，而是顺应自己的节奏，让一切自然展开。不同的状态会让我们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。当我们处于高能量状态时，世界充满可能性，所有事物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；而当我们处于低能量状态时，世界则可能显得灰暗，困难重重。但事实上，世界并没有改变，改变的只是我们的内在状态。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就不会被短暂的情绪所困扰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这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，而不是终点。每一个阶段的自己都在为下一次的成长做准备。当我们愿意与自己的当下状态和平共处，我们才能真正吸收这段经历的养分，为未来的自己铺路。我们不需要急于摆脱当前的状态，只需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当能量再次转换时，我们会带着更多的觉知前往下一个旅程。如果你此刻对自己的状态感到不满意，请记得，这只是生命的一个阶段，而非永恒的定义。与其试图修正自己，不如试着去理解、去感受、去学习与当下的自己相处。当你开始与自己合作，而不是对抗时，你会发现，宇宙早已为你准备好适合你的道路。愿我们都能学会安在不同的生命状态中，学会与自己和谐共处，学会在变动的节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。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期待着雨过天晴，渴望低潮与难受的日子快点过去。然而，在等待阳光重新洒落的时刻里，我们是否曾静下心来，感受雨水所带来的滋养？是否曾在泥泞的道路中遇见那个更深层次的自己？雨天或许是宇宙特意安排的一场旅程，它不仅仅是大自然的节奏，更是宇宙吸引力法则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每一滴落下的雨水都携带着来自量子场域的讯息，提醒我们存在于这片广阔宇宙中的连结与可能。当雨滴轻轻敲打窗户，仿佛是宇宙在轻声细语。那些在低谷时浮现的思绪，正是我们内在频率与宇宙共振的结果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的心灵处于低频状态时，往往更容易接收到来自宇宙深处的讯息。在寂静的雨夜中，当所有外在喧嚣都被洗涤，心灵开始回归纯粹。那一刻，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与万物息息相关。雨水不仅清洗了尘埃，也冲刷掉内心堆积的情绪，使我们重新连结到自己的灵魂深处。我们常以为痛苦是生命中的障碍，但事实上，低潮往往是蜕变的开端。吸引力法则运作的方式，并非仅仅给予我们想要的事物，而是透过经历与挑战，帮助我们成为那个足以承载梦想的自己。当我们身处低谷时，宇宙正在透过这段经历引导我们调频。每一次的失望与眼泪，都是生命重新校准的契机。正因为曾经感受过黑暗，才更能体会光的珍贵。那些看似困难的日子，让我们学会臣服于当下。臣服不是放弃，而是相信宇宙自有其安排，相信自己在这场雨中并非孤独的旅人。雨天的独特之处在于，每场雨都是一次全然不同的体验。
即使站在同一片土地上，今天的雨水与昨日的绝不相同。这正是宇宙透过吸引力法则向我们传达的讯息，每一刻都是独特且不可复制的存在。当我们选择拥抱雨水，而非抗拒，内在的频率也随之转换。从抱怨天气的阴郁，到感恩雨水带来的滋养，这微小的念头转变，足以影响我们的整个现实。宇宙总是回应我们的能量频率，当我们开始感恩当下，更多美好的事物也将随之而来。每一场雨过后，天空总会展现最绚丽的色彩。这正是吸引力法则最美的展现。当我们经历了内在的调频，宇宙将以显化的方式回应我们的信念。然而，彩虹并非仅仅存在于风景之中，它也存在于我们的心灵里。每一次的突破，每一次从低谷中站起来的瞬间，都是灵魂绽放彩虹光芒的时刻。显化并非来自外在，而是从内在的信念与频率开始。当我们在雨中找到内在的平静，当我们选择相信宇宙的安排，生命的奇迹也将悄然降临。未来的日子里，雨天仍然会来临，挑战与低潮也会再次造访。但如今的我们已然明白，这些经历不是惩罚，而是宇宙为我们精心安排的礼物。当下一场雨来临时，或许我们可以选择不再匆忙寻找晴天的到来，而是张开双臂，与雨共舞，细细感受雨水滑落肌肤的温度，倾听雨声里宇宙低语的讯息。愿我们都能珍惜每一场雨天，把握每次独特且难能可贵的经验。因为即使站在同一片雨中，今天的我们早已与昨日不同。宇宙的祝福正透过雨水静静降临。在这片无垠的宇宙中，每个灵魂都携带着独特的频率，随着生命的旅程不断震动。热情如星辰般闪耀，驱使着我们不懈追寻梦想。然而，在这条道路上，倦怠感往往悄然降临，让人感到迷惘与困惑。多数人习惯将倦怠视为热情消逝的征兆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正热爱所选择的事物。真正喜欢的事情，应该永远不会让人感到疲惫。这句话成为无形的枷锁，将疲惫感与怀疑紧紧捆绑。但宇宙的法则从不以此为戒。每个灵魂的频率在宇宙间震动，无时无刻不在与外界的能量互动。热爱的事物让频率攀升，让人感受到满意的喜悦。然而，宇宙运行的节奏从不是单一的向上跃进，而是如潮汐般来回起伏。当倦怠感来袭，并非热情消逝的证据，而是宇宙轻声提醒，是时候休息了。这股倦怠并非低频率的能量，而是能量自然流动中的停歇点。它提醒我们在不断前行的旅途中，学会回到内在，与自己重新校准频率。宇宙的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同频相吸。若我们抗拒倦怠感，内在便会产生混乱的低频振动，吸引更多焦虑、自我怀疑与疲惫。相反，当我们选择接纳倦怠，让自己坦然停下脚步，频率便能自然回归平衡，进而吸引更多滋养灵魂的正面能量。休息不是逃避，而是让内在的频率重新与宇宙校准的仪式。试着静下心来，聆听自己倦怠的声音。也许它来自身体的疲惫，也许是长久忽视的情感需求。每一道疲惫的讯息，都是宇宙透过能量波频与我们沟通的语言。无论多么热爱的事物，灵魂都需要在旅途中停泊，让能量再次流动。这份停歇并不意味着热情消失，而是象征灵魂正进行重整，为接下来的起航蓄积新的能量。想象自己是一座发光的星球，持续散发光芒。当光芒变得暗淡时，
宇宙会安排黑夜降临，让星球在沉静中恢复能量。这份黑夜并不代表熄灭，而是生命循环中的自然法则。当倦怠悄然来访，无需急于抗拒。这段停滞的时光，也许正是宇宙邀请我们重新校准内在频率的契机。透过几个简单的方式，你可以让自己在休息中缓慢回归与宇宙的和谐共振。闭上眼睛，让意识轻轻沉入内在，展开一场静心冥想。想象一道金色的宇宙光芒从头顶流入，缓慢地滋养每一寸疲惫的细胞。随着光芒流动，心绪逐渐平静，身体也被温柔的能量拥抱。在这段旅程中，感恩是一道强而有力的桥梁。每天写下3件让自己感激的事情，无论大小，哪怕只是清晨的一缕阳光或一杯温热的饮品。感恩的频率能悄然转化低落的情绪，将内在能量从沉重拉回轻盈。若感到心灵仍然沉滞，不妨走向大自然的怀抱。树木、流水与微风的频率与宇宙本源一致，会温柔地引导灵魂回归平衡。即使只是静静地站在阳光下，感受空气流动，也能让身心重新与天地连结。偶尔，内在质疑的声音会浮现，试图指责这段停歇的意义。此时，不妨温柔地对自己说：“我正在休息，这并不代表我失去了热情。”与自己对话，给予自己接纳与理解，让这段休息成为通往下一次绽放的养分。这些看似微小的仪式，都是宇宙赋予我们的疗愈之道。透过静心、感恩、亲近自然与自我对话，我们能在倦怠中缓慢修复，重新找回内在的光与热。倦怠感并非我们与热情的决裂，而是灵魂成长中的必要篇章。宇宙无时无刻都在向我们传递讯息，而接纳自身的倦怠，便是与宇宙维持共振的方式。当我们允许自己停下来，与内在频率重新校准时，宇宙将以更强大的力量推动我们前行。人生的旅程并非一条直线，而是一场充满节奏的舞蹈。每一次疲惫的停歇，都是生命向我们展示的一种温柔法则。因此，当倦怠感再度来访，请选择温柔地接纳它。在宇宙的频率中，休息不是软弱，而是灵魂蜕变的必要阶段。让我们学会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，与宇宙共同舞动，迎接下一段旅程的高频共振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